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杰里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爱要有你才完美。我们的节目是由娃哈哈营养快线幸福牵线赞助播出的，本节目由宝岛电动车特约赞助播映，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赢取宝岛提供的电动车一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海伦凯勒眼镜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情感观察团的老师们，他们分别是著名的家庭治疗师陶思璇陶老师，欢迎陶老师。来自世纪佳缘网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他；著名演员如萍老师，欢迎他；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他。好了，介绍完我们的导师之后，下面有一条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天津卫视的官方手机应用天天圈全新升级了，登录百度手机助手、91助手、安卓市场、苹果官方商场即可下载。我和涂磊老师已经进入天天圈，与大家实时沟通，讨论情感问题。希望大家天天圈里天天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嘉宾朋友碰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当时是挺过分的，可能他真的伤透了心了，可是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我还是很爱他，我也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我错了，希望你们能帮我再跟他在一起。别哭了，我们这边肯定会帮你的，好吗？我真的知道我错了。女生为了救自己的母亲，宁可放弃一段情感。如今母亲获救了，她想回头，男生这个心坎儿能走过去吗？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文25岁，来自湖南，培训老师；女主人公小景24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秘书。来，有请两位。熟悉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他们手中的密码箱各自藏着一个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你们愿意公开吗？愿意。我愿意。认识几年了？大一到现在的话，应该是5年了。谈恋爱有多久？我大一认识他之后不久，我们就在一起。但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分手了，所以只谈了大概4年。是这样吗，小伙子？对。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背叛了我，他为了金钱，他放弃了我们曾经4年的感情。对于这点，我真的忍受不了。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跟他撇清关系。我也告诉他，以后别要再为了这个事来烦恼我。但是我那么做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有我的苦衷的，不是我不爱你了，我现在还是很爱你的。我希望你还是能给我。对，你是有苦衷，可你当时告诉过我吗？我当时告诉你有什么用呢？你是那样一个处境，可能大家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做生意是正好亏了钱，他自己欠了别人几万块钱，他每天就是那种抽烟喝酒，然后当时我在他身边陪着他，我安慰他，他也是对我也不怎么理睬，他就沉浸在他那个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那个时候我还跟你说我妈妈病得那么重，她需要那么多钱去治疗，你觉得跟你说有用吗？但我作为你的男朋友，你至少得告诉我吧，我不能帮你借钱吗？可是当时你已经欠了别人那么多钱了，你还找谁去借呢？而且我也是心疼你的好不好？我看到你那么辛苦，我不希望我这个事情我在这个事情再去给你增加一些负担。你已经为我妈为了我你付出了那么多，我不想我再去那样增加你的负担了。好，两位我先打断一下啊，你们现在这说的呀，我们都听不太明白。你们现在吵的都是一种情绪，我来问问事实好不好？妈妈是什么病，能告诉我吗？妈妈去年春节的时候，她腰一直都不舒服嘛，因为过完春节我就要来长沙去找工作了，所以妈妈到时候也一直瞒着我没有说。后来她就是腰越来越痛，实在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把水烧开嘛，拿那个毛巾去蘸着开水给自己热敷，然后她还跟我的婶婶叔叔说不要告诉我，不要让我知道。后来就是她实在痛得太厉害了，引发了那个心脏病嘛，我妈心脏一直都不好，那天就晕过去了，然后婶婶把我妈送到医院去，她赶紧给我打电话，接到电话才知道妈妈已经去医院了。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我爸爸在我1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之前我11岁那年就中风瘫痪了，爸爸。然后病了大概8年之后，在我高考的前3天，我爸爸就去世了。当时也是全家人都瞒着
我当时就心里很不安嘛，我说为什么我每天都吃不下饭呢？我一吃东西我就想吐。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妈妈打电话，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来陪着我高考？我说别的同学都来了。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我妈妈说家里面有事情走不开。我说你怎么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妈妈？你为什么不来陪我？我还有点误会了。后来我妈妈还是来益阳去陪我高考，我都没有看出来妈妈这个心情那么沉痛，我当时都没感觉到。高考之后，我当时还准备去参加同学的那个高考的一个晚会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师才跟我说，你还是回去看看你爸爸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世还是蛮坎坷的，像她父亲去世，妈妈一个人带她，这个你知道吗？知道的，我并不介意这些。然后我当初和他在一起，我是愿意承担这些的。每次去他们家的时候，我都是大包小包的去带一些营养品去看他妈妈的。关系好吗？关系很好。这个你承认吗？他对我妈妈确实特别好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村出身嘛，他非常勤快，他跟有别的男孩子都不一样，这也是我那么爱他的原因。他大一开始就一直很努力他成绩也很好，自己还天天在外面晚上去摆地摊卖那些小杂货什么的。大学4年以来，我都一直在学校里面做些小生意啊、兼职什么的，我也存了不少钱。后面我大3下学期，然后我和一个合作伙伴就开始在我们学校附近开了一个卖衣服啊、鞋子之类的这种小店子，然后效益还不错。后面我那合伙人的一个朋友，他就建议我们把它做大。我在学校里面，我总共存下来钱就2万块，然后我家里面又还借了我3万，我还东拼西凑的那些朋友还借了我2万块，总共7万块钱。后面在一个比较繁华的阶段就做了一个门面，然后我们把那个所有资金打过去准备进货。我回家过年之后，我第2年再去找他的时候，就根本就没看到他人，中间人也不知去哪里了。这个小伙子创业这段你应该跟他共同经历过，对不对？是的。难吗？真的很难很难，如果就是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可能别人就体会不到。从大一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嘛，我们就是晚上就把那个小地摊慢慢的就存了一点钱嘛。其实如果不是为了我的话，他的钱应该可以存得更多的。但是因为我家里这个情况，为什么叫为了你？因为我家里这个情况，我读书的时候，妈妈也有60多岁了嘛。妈妈有60多了？妈妈今年65岁了。哇，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只有我一个。我妈妈41、2岁才生的我，除了大一的那个上半学期用了家里一点点钱之外，我一直也就是自己勤工俭学的。那个时候我特别节俭，舍不得吃肉，他就看我太瘦了，就把钱都省着让我去多吃点荤菜，所以他挣的很多钱都花在了我身上。但是这个创业等于是你们一起都在做，对不对？对，从大一开始我一直都跟他在一起。我们接着往下走。刚才其实女生已经声泪俱下的跟我们回忆了她母亲突发心脏病，她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就要去看妈妈，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们俩的冲突就真实的出现了，对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医院之后，医生说就是那个心脏病最好是马上做一个心脏搭桥的手术，光手术就要差不多8万块钱，再加上后续治疗，所以总共的话差不多10万块钱吧。那个时候真的要钱要得很急，然后那个时候他又亏了本嘛，然后他自己意志也比较消沉，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就像被人家把钱给骗走了。我看到他自己那么着急，我真的我也不想为了这个事情再去打扰他，所以我就当时瞒着没对他说。我找朋友的话也借不到这么多钱，大家都是学生，都没有工作，还有我的那些亲戚，我们都是农村的，也借不到什么钱，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找了我另外一个朋友。那这跟你那只是一个朋友，跟他分手有什么关系吗？他其实对我一直比较有好感然后他愿意借钱给我的话，他也是有一点点条件的，虽然他没有直说，但是我知道，我既然已经向他开了这个口，我就已经做好那个准备了，就是要跟他在一起。你是怎么跟你男朋友说的呢？当时我只知道他有一个男人一直在追他，那个男人年纪比我们都大，在这个时候，他就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呢，选择了背叛了我。我当时真的很伤心，他怎么跟我说了呢？就说别来这里烦我，给我滚远一点。我当时真的很伤心，知道吧？我当时那么做其实也是想让他快点去死心的，因为我既然已经就是答应了跟那个朋友在一起的话，我与其让他那么伤心，我不如干脆让他直接恨得更彻底一点。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妈妈的事情，就当我是一个负心女好了。既然已经这么决绝了，这次是谁想复合呢？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妈病得快不行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心情去想那么多。我觉得其他什么我的什么情啊爱的都不重要，只要能救我妈妈，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那个时候如果让我拿命去换，我都可以。
但是到我妈妈病好了之后嘛，我真的跟那个朋友在一起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办法忘掉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没多久我就跟他分手了。我还是跟他讲清楚了，我那个朋友也原谅了我，他的钱我也还了大部分了。你拿什么还呢？我去年就是妈妈病稳定之后，我找了工作嘛，存了1-2万块钱，然后其他朋友也工作了，所以我一东拼西凑的还了差不多6万吧。因为现在他也把我当朋友，他也安慰我说不要太急，说你慢慢的还。我就觉得他是不是看到我现在好一点了，觉得我手上有点钱了，你就回来找我。我哪知道你和那个男人现在是什么关系？万一他不要你了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所谓你认为的经济状况好了，人家来找你，你好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后面就是说我被他打击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要振作起来，我就是要做给他看。然后我就后面呢就找了合伙人了，自己开了一个培训学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要是贪你的富贵，我干嘛跟那个男的去分开呢？他的经济条件你也知道的。你什么错都可以，难道你不知道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当时觉得发生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可耻。他走的这段日子，你想他吗？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不好说。我听说今天你把你妈妈也带来了。对。你带你妈妈来的目的是什么，姑娘？因为曾经他去我们家的时候，跟我妈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我希望我妈妈出现在这里的话，能不能够帮我挽回她？我希望她能够多体谅我和我妈妈一点。来，有请女生的母亲。小心一点。我说你这孩子可没。妈妈。来，大姐来这儿啊。大姐，你来干嘛呀？我今天来的事儿，就是想我女儿和涛儿他们2个人的婚姻走在一起。这个伢子的个性呢很好，对我也很孝顺，经常去看我，买很多吃的啊，到我家呀就干活儿就帮我闹呢。我对这小伙子呢是非常满意。我想还是请大家请观众。想和我女儿和好，我是对不起我女儿聪明的女儿。没有妈妈，我这是赔偿。您没什么对不住她的哈。但是不这么想，咱不这么想啊。他是为我生病了，要花那些钱呢，才走到这一步，这跟您生病才没关系啊。妈妈，也讲起来呀，我是很负面，但是我老伴儿我跟他2人呢是晚婚，我30岁才结婚。结婚也跑多年了，才生上这个小孩。我生他有42的，活到这一天呢，我是挺不容易的。我家里我也是二头猪，又做不没钱。他爸爸瘫痪的，不能行走，不能走路，您这真不容易都要喂啊！您今天来的目的就希望小伙子跟您闺女儿复合是吧？我想他们来复合啊，2人还是在一起。我今后我要女儿对他好。我觉得今天阿姨来，我还是很感动的，但是我也很矛盾。我要你马上就原谅我，可能你也一下子难以做到，但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再接近你。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证明我是真的爱你，我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了。大姐，这样哈，这个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心脏好不好？心脏好的70%、80%的啊，但是一般时间都不能长期的站立。别操那么大心。年轻人的事儿自然会解决的，您下去休息一下好不好？别那么激动，好吗？我想就是呢，欠一个还一个，不跌第一个。我还是欠完了和他要求他们呢2人和好。欠一个万一个不如第一个啊，就希望他们俩和好。那您先下去休息好不好？好，谢谢。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啊，好吗？慢点啊。我们现在今天其实面临着很多的抉择。有人性的，有情爱的，有道德的。4位老师们是怎么看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想问一下这姑娘，假如说她接受你了，原谅你了，你们在一起了，可是没多久，咱们又发生这样的事件了，她的生意遇到麻烦了，你的家庭又出现了大问题了，又需要一大笔钱，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用一种捷径的方式，我会选择跟他一起承担。现在我知道这个姑娘，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刚才的整个描述里边用了非常多的一个词，就是没办法。哎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从我10岁到我现在为止，我好像一直都被命运
在摧残我除了就是爸爸妈妈的爱，还有他的爱。我觉我一直都过得得很苦。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我也相信你生活中有很多人很爱你。比如说，在你高考的时候，你希望妈妈来陪你，可是你父亲刚刚去世，他没有来，他说他有事儿没来，你就说他哪有你这样的母亲，然后他就来了。你不觉得你的母亲真的很爱你吗？是的，我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所以你不觉得是你看待问题、看待事情、看待别人对你的付出和你自己的付出上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吗？可能我心态是没有摆正吧，有点偏激。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他要不要原谅你，而是去反省一下你自己的行为模式。你的人生真的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吗？是不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不改变，你的行为方式不改变，下一次还会重蹈覆辙。谢谢老师，我知道了。我能感觉到男孩一直是耿耿于怀，对，耿耿于怀于对方的背叛。任何一个男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都会心里面难过。如果这个女孩是为了贪图享受出卖自己，那她是可耻。但是如果是穷途末路，没有办法，可怜。而恰恰她最可怜的就是她身边还有一个你，居然她还会觉得如此的无助，甚至于要出卖自己的感情去救自己的母亲。请问你在做什么？但凡你当时能给我一点希望，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他已经遭受了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请问你在干什么？你在消沉于你在生意上的被骗失败，对吗？但恰恰对于你来说，最失败的不是生意上被骗，而是你没有担当。你现在想想，你对他的责备还是那么有底气吗？你真觉得他现在找你就是为了钱吗？好好想想你自己的问题。的确，在感情上他做了错事，那是因为他傻，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处理好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你们两个人其实要面临的真不是说是否你要接纳他，他还要找到你，而是说你们怎么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曲老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断的在说姑娘有多可怜。我就特别想跟所有的女性朋友提个醒，千万别把可怜这个标签自己再贴在自己身上。如果你把这个接过来了，你自己毁了你自己。两个年轻人在最美好的年龄的时候拥有一份很美好的爱情，我觉得很幸福，应该要珍惜。但是呢，现实就是这样，在成长的路上可能会有很多的坎坷，走了弯路，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彼此包容一些。生活有很多部分组成，爱情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共同成长也很重要，不要轻易的说放下。女人最珍贵的是在男人穷困落魄的时候不嫌夫贫，男人最珍贵的是在春风得意之后不嫌妻丑。在最开始男生创业的时候，女生是付出了很多的，是没有嫌弃男生的贫困，但是在最终最关键的时候，在他最失意的时候，你还是离开了他。可能很多观众都会像女生所说，因为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不得不这么做。所以从这儿就引申出一个很大的话题，那就是情和理到底哪个更重。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伙都会说，涂磊又要说漂亮话了，针不刺到肉不知道疼啊。你无非就想说人应该情理并重嘛，对不对？理是客观的，情是主观的嘛，这个话谁都会说。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情与理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要尊重。我们来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你把这个问题告诉了他，结果会怎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不堪重负，他扛不起这个担子，他懦弱的退缩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们俩在一起想办法，想出了办法。还有第二个可能，如果帮助你的那个男人给了你钱，却没有条件，结果又会如何？
有2种可能，一种是你依然跟他在一起，但是身边出现了一个值得赞美的好朋友；还有一种就是你被他所感动，他在我最关键的时候没有乘人之危，他帮助了我，却没有要挟我，他比他更重要，于是你选择了他。所以说很多行为模式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果。所以说你们俩有的时候啊，一个代表情，一个代表理。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情绪上头的时候不择手段，那就不叫情；如果讲理的时候冷酷无情，那就不叫理。就像你所说的，你不了解他吗？他到底是因为钱而走，还是因为事出有因而走？你自己内心不清楚吗？现在再扪心自问，把手摸着自己的良心，如果他当时告诉了你这事儿，你一丝退缩的想法都没有吗？你还会像今天这样，他犯了错以后，你大义凛然的说，如果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像个爷们儿一样接着。你当时如果他告诉你，你敢吗？你连生意落魄了之后，你都沉沦堕落，都不敢爬起来，更何况这么大一个重担压在你身上，你敢吗？当然你不敢也可情有可原，因为你年纪轻，但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可以打马后炮。所以说妈妈很可怜，妈妈不是你们俩之间的主要问题，是因为你们俩自己有问题。如果当初你们互相尊重，有商有量，结果会怎样？如果你们之间感情笃定，会被现实所打败。自己太软弱，就不要说现实太残酷；自己的爱情不笃定，就不要说周围太多诱惑。你们俩之间的问题应该好好的思考。还有就是把母亲从这件是非当中摘开，她承受了太多不该她承受的问题，无论是工作的落魄还是母亲的病重，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种考验而已，结果就考验出来你们俩之间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就这样，生活里面的东西后悔不得，回头不得。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叫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请你考虑这个问题，姑娘，考虑一下。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今天你来，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感觉看到你的身影，我还是感觉很怀念以前的感觉。听到你的声音，我也感觉很温暖。但是你那个事情对我伤得太深了，我一下子还接受不了。我也不知道，我答应你复合之后，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这还是不是我想要的爱情。我也希望不管我做了什么，你都不要恨我。我今天来这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你不会原谅我。但是我想，既然你能够来到这里，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我的。我觉得我至少还是有希望的，哪怕你今天就是拒绝我，我也不会放弃的。因为毕竟我们走了4年，我没有办法忘记这4年来发生的所有。我只想跟他继续在一起。好，时间到。来，两位把这个秘密交换一下啊！请回吧，两位啊！来，请关门，看看这一对怎么样吧。我觉得只要原谅就好，不一定非要在一起。谁知道他们呢？5个数，5、4、3、2、1。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稍后继续。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的你。哎，箱子给我啊！哦，哎，念一下吧，给大家。这是你写给我的第1封情书。当时我看到他的心情，我永远都记得。以前我们的那些甜蜜，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忘记。我希望你也能回想起我们当初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再给我一次机会。之前我不知道他会原谅我，所以这样写的。回忆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想好了吗？想好了。我之前这1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啊。今天我来到这里的话，
我其实也心里面深说，我刚开始说，我还是说啊，行，别说了，别说了。你告诉你爱他吗？还是很爱他。你告诉你恨他吗？让时间慢慢去消磨吧。爱恨交织才是爱情的魅力。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美眉，你也不带着美眉一起，把这个戒指给叔叔。感谢杰丽雅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我们希望男嘉宾在心里对她说：“爱要有你才完美。”同时呢，你们将获得由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提供的价值1万元的一个婚纱摄影套。智生活想人生，我们要感谢科沃斯机器人为你们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来，各位，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宝宝，不管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现在已经原谅了你，就当做我们做了一个梦，好吗？不要再想过去，让我们把未来好好的打造好，让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好不好？好，嫁给我好不好？好。未来生活还有很多坎，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生活，共同面对困难。谢谢你们，庆辉。谢谢。